标准的一个马蹄形，就是到黄金点75度分线，75度的切口，75度的手位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们与其控制角度，不如控制这片发片上去的落点到整骨点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酷感偏动感的短发，注意看好，这个落点很重要，得到饱满度不丢失，同时柔和的外线。次分区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是斜向前多点放射，不要一点放射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这是左右的靠片呢，要一带二，因为呢是找导线，等于是剪圆形结构，不要去死记靠片，这样会剪发成本高。我们只要控制好自己的站位就可以了。那大家注意一下，在功能性上面呢，因为头骨后面比较宽，所以我们剪圆形可以得到收紧横向空间的作用。注意看，以此类推，多点斜向前，也就是低于垂直，高于45度，手位、角度、切口都一样，直至剪到我们的矮点，这样呢就可以横向检查的时候得到一个圆形的结构。交叉检查使我们的还原度变得更高。注意手位啊，这是反面教材的演示，通常这边容易犯这样的问题。一直剪到我们的矮点，这一片都是原位。我们横向检查会得到一个圆的，使头骨拉长，纵向收窄。注意次分区由矮后点多点放射变成一点放射，注意看清楚，因为我们想让这一片呢往后靠，左右靠片，保留前面的长度，这样呢可以达到功能性，放长前面，遮挡这个偏肉感大的脸型。注意矮垂的长度要露出来，这样不会闷下去，全部是靠到我们矮后点这一片，越往后靠呢就可以越保留相反的方向，达到修饰脸型长度遮盖的功能，同时呢会增强后往前的推动力。注意人物风格呢是偏肉感曲线性的，所以呢我是借后面的长度，并没有借后面的轻堆积量感，就是这个地方是放射偏移，是剪直角去除，会得到碎的外线，这样可以使肉感少。如果剪轻堆积侧区会重，然后会有角，我们会向前进行交叉打磨，这样在保留长度的情况下更加自然，不会很突兀。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方法，相当于这边呢，大家在控制的时候呢，容易长短不一，这是反面教材，低角度高切口，所以我们要控制。这是手位，也是反面教材，与划分线平行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把体系呢做好之后，分区分明白，是帮助我们剪头发变得更加科学，并且更加舒服，同时更加简单。所以分线75度，手位也要75度去走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有了标准之后呢，不一定有美感，但是想要美感好，前提你两边一定要对称，长度量感统一。所以呢，通常这边呢大家不好剪，但是要注意一下就好了。我们再次复盘它的功能性，其实在矮后点后区呢是剪了一个圆形堆积，只是直角切口，左右是圆，上下是自然的堆积，这样呢可以收窄后面，同时又不丢失纵向的饱满度。到矮后点这一片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们就开始前面所有的头发定在矮后点，等于侧区剪了一个三角形，这样呢就可以往后带的过程当中保留前面的长度，起到修饰脸大的功能遮盖，同时呢往后带往前的包裹性更强。注意靠片的两边是统一的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直至剪到这边的一个前侧点。我们利用分配选择偏移的程度越强，反则推动力越强，长度越长。所以不要为了应记方圆三角而选择靠片，是因为结果而选择靠片的多与少。后区一点放射，注意看好，次分区是剪了一个方形切口，然后是一个 C 技术，等于下面剪的是堆积，然后呢上面剪的是去除。因为底下没有丢失饱满度，我上面不需要去剪堆积，相反用去除去表达动感，同时在层次连接的情况下，吹干之后又没有任何的重量线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通常大家剪下去除上堆积不连接的情况下有重量线，每个区有各自的功能，动感区有动感，量感区有量感，底部是碎的柔和状态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利用分区，然后再控制每个区的点位、落位的长度，第一根导线，
所以在剪美感，在剪比例。动感区呢，前后去剪一个反曲线直的切口，因为今天是表达酷感、动感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一点放色，这样呢就可以创造最强的动感，且能拿走最多的量感，并能保留最长的外线。整体感觉呢，后短前长，后高前低这样的一个风格。整个外线呢是非常偏柔和，头发偏动感，呈现我们的主题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所有的技术搭建要配合人物风格，同时不丢失美感以及功能性头骨收宽收窄的作用。吹干之后可以后面看到没有重量线，一刀没有修饰，在直播间。终有一天大家一定会明白，剪头发都在计算，并不是令长勿短，令低勿高，令方勿圆。真正达到科班以后，你一定会深度明白，能一个区剪好，不要分两个区，能剪连接尽可能剪连接，能剪好就不需要修。